相信大家对 UFO 都不陌生。UFO 代表着不明飞行物，是指不明来历、不明空间、不明结构、不明性质，但又漂浮、飞行在空中或太空的物体。有些人认为这些不明飞行物是星体，有些人认为是生物，有些人认为是视觉与光线带来的美丽误会，更多人则认为这就是外星人的飞行器。加之世界各地时常发生 UFO 目击事件，这让我们更加确信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些人类目前无法解释的未知存在。 USO 是不明潜水物的简称，它与 UFO 一样，在人类既有的常识中是不存在的，而是直到被多次目击才有了这么一个认知。虽然它没有 UFO 有名，但是它的发现却比 UFO 要早得多。最早关于不明潜水物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在穿越印度的贾克萨特斯河时，看到了若隐若现的银色盾状物，在他们的头顶飞来飞去，而后潜入水中。亚历山大大帝确信他看到了来自未来世界的飞行物，为此他发明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艘潜水艇的潜水钟，并耗费了生命中最后6年的时间去寻找这些不明飞行物的蛛丝马迹。不仅如此， USO 还出现在哥伦布的航行日志中。据记载，在1492年10月11日晚上10点，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正缓缓穿越大西洋最深的海底峡谷之一百慕大三角。突然，哥伦布和他的船员看到海底闪烁着奇怪的光芒，不久，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闪烁着明亮的光芒跃出水面，飞向夜空。这令哥伦布和所有船员都大吃一惊啊！而此后不到5小时的时间内，他们就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志里是如此描述这个不明潜水物的：碟状物体上的闪光像蜡烛在闪烁，在夜空时起时落。闪光显然不是来自地面，因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地平线。如果大家觉得以上2个经历的年份过于久远，没有太大信服力的话，我们就来看看离我们较近的几起 USO 事件。在1972年冬天，挪威军方接到报告称，有人在挪威的松恩峡湾目击到有潜艇在附近出没。那时国际形势正处于冷战高峰期，因此挪威军队高度重视这起目击事件，于是他们与北约军队共同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长达2周的地区监视。松恩峡湾是挪威最深的峡湾，最深处可达4300英尺，这其中有足够的空间供潜水物藏匿，所以挪威海军一边搜索着神秘潜艇，一边动用了专业设备，试图将潜水物逼出水面。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当军队找到这个潜水物的时候，发现它并不是一艘潜艇，而是一个巨大的鱼雷状隐形载具。挪威海军试图拿炮弹打它，但不明物体依然待在水中不受影响。挪威海军又拿深水炸弹对它进行轰炸，却依然不能阻止它在水中的行进。最终，军方决定封锁峡湾，任何船只和物体都不得入内。然后仅仅封锁了14天至15天后，不明潜水物便消失了。这意味着海军近2周来追踪的目标具有着很强的性能，起码在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国家具有如此高的科技水平，可以建造出这样形状怪异、神出鬼没的潜艇。而关于 USO 的新闻，可信度最高、最为逼真的，应该就是发生在波多黎各的 USO 目击事件了吧。波多黎各位于加勒比海的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是个与 UFO 关系密切的地方。这里据说曾发生过数百起 UFO 目击事件，而且还流传出了许多 UFO 视频，是 UFO 研究人员及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在这里，除了 UFO 多见以外， USO 也时常可见。在2004年11月的一天，一个发光的不明潜水物从卡塔赫纳湖跃出，在空中盘旋了近1分钟后冲向了天空，而一个正好随身携带了摄像机的目击者将这一切都拍了下来。
即使证据充分，有数百名目击者证实他们曾看到了不明潜水物在卡塔赫纳湖活动，但仍有一些人对 USO 事件的真实性表示质疑。无独有偶，2013年4月，在波多黎各的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机场，一架涡桨式飞机 DHC-8 刚起飞不久，就有机组人员发现海上有红色的光，而指挥台并没有通知有飞行器过来。不久之后，塔台发了信号表示的确有什么东西朝他们靠近，但无法确认那是什么。飞机带有的热成像摄像机拍摄到该不明物体以高速悬空飞行，随后一头扎入大海，又重新出现。随着不明物体靠近 DHC-8， 它关掉了灯，不过踪迹仍被热成像设备捕捉到了。录像的最后，那物体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与另一物合二为一了。据塔台的雷达表示，该物体大概3至5英尺长，以平均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它在水里行驶了大概半英里，随后重新飞起来，在附近飞了一会儿，又重回海中，最后没入水里消失了。官方报道该物体不明，也无法解释其特性。录像曝光以后，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外星科技在作祟。和以前一样，网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想，但大多数都站不住脚，所以到了最后也没出现较为合理的解释。关于 USO 的发现还有很多，但是究其来源就显得复杂的多了。有人认为，如果外星人要降落在地球上，有很大的可能会选择海洋。我们本身对于外星人就不甚了解，他们的身体结构是否能在海里生活，以及他们的科技是否已经先进到可以在海底建造基地，我们都不得而知。而作为一个天外来客，他们一定会对地球进行研究和观察。地球的海洋面积占了 70.8%， 再加上人类对于海洋的开发与涉足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海洋绝对是他们最好的掩护。他们在神秘的深海建造基地， USO 就是他们的飞行器，他们驾驶 USO 往返地球与自己的星球。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 USO 与 UFO 根本就是同一样东西，它既可以飞行也可以潜水。对于 USO 的发现，还有人提出了更加新颖的想法， USO 的主人并不是外星人，而是海底人。这就要暂时脱离达尔文的进化论了。他们认为陆上的人类是从海洋动物进化而来的，而海底人是地球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分支。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最后，对 USO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官方公众号老烟斗，或者新浪微博老烟斗鬼故事，回复 USO 了解更多关于 USO 的目击事件。咱们下周5下一期不见不散。